大二李灿，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何用中文电视剧更好的学习中文。其实首先我们得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能否用中文电视剧学习中文呢？这个问题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存疑的。有同学和我吐槽过，就说老师呀，我想用中文电视剧学习中文，但是太痛苦了，每一集都有那么多东西要学，学到最后我真的就放弃了。我真的就放弃学习中文了。我能说什么呢？同学，既然用这个方法让你这么痛苦的话，你确实不应该采用这个方法去学习中文。其实这个同学的状态是我一直认为应该有的样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我觉得看电视剧它是消遣，是娱乐，你是应该享受其中的，你只是去欣赏这个剧情，你沉醉其中。你要假如把这个东西拆解成一块块学习的单元，你去看，你去学的话，你其实是很容易冲淡你去享受这个乐趣的。到最后你可能乐趣也没有保存，学习也没有学太多。为什么学习也学不了太多呢？因为其实电视剧里面的东西太多了，还有一些文化的背景等等，你假如要去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它，一点点去学习，这其实是很痛苦的，而且我觉得收效甚微吧。所以这个同学有这样的反应，我是不奇怪的，因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上一周我们大叔中文在这个会员聊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他的反应让我挺吃惊的。就最早开始他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一开始确实说话说的比较少，而且断断续续挺严重的。但上个星期这个话题我们就说是分享一个故事，可以是你看过的一个故事，甚至电视电影的内容都可以。这个同学就给我们分享了一部他喜欢看的中国电视剧的开头，而且讲的特别好，他应该是准备的挺充分的，而且同时他里面用了很多特别地道的这些词汇，这词汇算起来算是比较高阶的词汇。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看中文电视剧的这么一个同学，所以这所有东西他都不自觉地掌握了。我当时就想，那么用中文电视剧学习中文真的是可行的。而且假如你特别喜欢看中文电视剧的话，你学习中文是有这么一个兴趣的驱动，那么只要找对方法，这是完全可行的。但是其实以我对中文的学习理解而言，我觉得这个同学他肯定不可能是每一集都特别认真的去做笔记，一个词记下来去学习。这样的话他肯定是没法真正的沉醉在剧情当中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同学学习中文就是通过中文电视剧学习的方法，应该就是享受其中，然后让自己的耳朵去适应中文的环境，去尽量去听里面的人物进行对话，让自己习惯中国人说话的节奏。通过这个故事不自觉地吸收了很多中国的文化。因为说实话，语言其实是一个部分，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文化。所以通过中文电视剧学习中文呢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实是你沉浸在这个文化当中，你不自觉地沉浸在这个文化当中，你不自觉地吸收了特别多文化上的东西。你有这么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做底子的话，你的中文水平自然而然的就上涨了，自然的就显得比一般人更为地道一些。这其实就是我认为应该学习中文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，就是沉浸在里头，沉浸在故事里，不自觉的去吸收很多中国人的比较地道的表达方式，把它们存在你的脑子里，不自觉的存在脑子里，甚至你一下子都想不起来自己存了多少东西。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语言环境。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外，我觉得通过电视剧学习中文还有另外两个途径，就用两个方法可以深化你的中文学习，让你的中文学习更上一层楼。是怎么说呢？因为说实话，语言学习最终用来干什么？我们语言最终是用来干什么呢？沟通交流的。所谓沟通交流，其实最重要的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讲述事件，另一个部分是做评论。我们日常生活中语言真正的作用就在于这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叙述一件事件，另外一方面就表达你的观点
那么怎么通过中文电视剧去提高这2方面的能力呢？其实这也是和我们上星期上课的这种方式有关系，就是故事，其实就是2点了。就是比如你看了一集中文电视剧之后，不要过多的去纠结其中的一些语言点，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。你要做的其实是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一遍，讲给你自己听也罢，讲给你的朋友、你的父母等等都可以。第2点就是发表一定的观点，你看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？你对这个男主角是什么想法？对这个女主角是什么想法？对其中一些配角是什么想法？对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想法？你都可以去想一下。这个其实非常好的训练方式。我们很多朋友都苦于说，老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就像我上一期视频说过，你可以聊自己。假如你不想聊自己，你就想了解别人，因为你觉得说自己很痛苦，要挖自己很难受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说说别人，说说故事里的人物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分析一下他的性格，就通过你现在看到一点点东西去分析。其实我和我老婆看电视剧的时候，我和我老婆特别喜欢分析这些人的言行背后的这些动机是什么，甚至会去吐槽这些行为在现实中好像根本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这些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语言锻炼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说实话，大家不要以为一个中国人他就天生中文一定好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一个中国人最开始习得母语之后啊，他的语言其实也是很杂乱的，他脑子里也充斥了太多的语言材料。这个时候他需要去让自己的语言精简下来，这其实也需要就是锻炼自己的口才。自己的口才怎么训练呢？其实不外乎就是讲述故事、发表观点这2点。其实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，这2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。就在你作为一个中文母语者，你想让自己的说话听来让别人信服，或者把人轻易带入你的故事里头，这些都是需要不断去练习的，反反复复的练习的。通过练习，你就会发现自己问题所在，你会知道自己这些说话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，这些故事怎么说的这么平淡无奇，甚至很无聊呢？但是人是可以进步的，人是不断在进步的。我们要如何让自己从1个月前变到1个月之后呢？那就是通过不断去练习，通过看电视剧，然后叙述故事，发表观点，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学习中文的方式，非常非常好的劳逸结合的方式，非常非常好的把你的兴趣所在和中文真正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，而不是你自己去死磕其中出现的很多很多词语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觉得你的下场可能和我遇到的那个同学一样，最后就是放弃了看中文电视剧，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是放弃学习中文。